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3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6个钟头以上。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肉骨茶有3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啊。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啊，没有任何药味。第3种就是潮州式啊，就是有胡椒、蒜头。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3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就要新鲜的猪肉。第3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他一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煮饭。因为以前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说，我们就去帮去替，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人轮还有能动，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已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期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办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都是新鲜的，就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汁，对，还比较香。这样，这个蒜头要大概有。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3个锅和3种骨头。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熟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
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5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5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2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一碗茶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时刻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時期，從廣東福建一帶來到這裡的。中國人嚟呢度咧，多數都係揀海邊啊，海邊有魚食嘛，起碼都捉下魚都有一餐魚食嘛。在馬來西亞3000多萬人口中，華人佔了22%，他們大部分從事和餐飲相關的工作。像祖輩一樣做捕魚、養豬、割樹膠等苦力的華人越來越少。老闆，今天菜怎樣啊？很好啊。哦，還可以哦。OK， 謝謝。每到周末，華人2代周天然的餐廳總能坐滿慕名而來的食客。來這兒吃飯的大多是波德申當地的華人。吸引他們的除了這裡的中餐，大家都是衝着招牌菜咖喱麵包雞來的。為了這款特別的麵包雞，早上7點，周天然父子倆就忙活開了。秘製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種香料調配而成的。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個雞子15分鐘。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這道麵包雞，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讓餐廳生意重新煥發生機。妻子去世後，周天然決定把製作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給兒子周一輝。受當地飲食影響，這裡的華人吃東西喜歡帶點辣味，熬製咖喱汁時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適合喜歡清淡的廣東人。其實喺馬來西亞咧，咖喱嘅比方咧其實好多嘅，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裝好的雞肉內，
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儿。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儿，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今天，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4代、第5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後，都陸續搬走了。捉魚嗰陣時唔係話好揾錢嘅，米缸日都係空㗎。今日買米就今日食晒，啊聽日再買過㗎。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3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8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來自廣東。嗱，呢度聽聞咧有100幾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啊！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好啊好啊，多謝。哎，阿添，早晨，早晨。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來到巴拿馬工作，常來唐人街看看國人的身影，聽聽熟悉的鄉音，一解鄉愁。頭嗰2年咧，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冇親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同埋租錄影帶啊，等下豐盛下嘅生活啊，等佢冇咁悶啦。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經過30多年的打拼，楊子榮如今管理着當地3大華人餐館之一的龍鳳樓。每逢節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楊子榮也會扎進後廚，和工人們一起做點心，為節日做準備。我由10幾歲開始做㗎啦，呢度嘅大老闆咧就聘請我哋咧就嚟巴拿馬，嗰陣時係24歲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結識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結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楊子榮本就點心師傅出身，來到巴拿馬之後，教會了許多當地人製作中式點心。現在後廚多數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孫，負責當地10幾家中餐館及快餐店的點心和甜品的製作。佢好快手啊！西人嚟講，佢做得最快㗎啦，係啊。呢個咧就叫 Christian， 佢做咗14年㗎啦，佢哥倫比亞人，佢都好幫到手㗎。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海產品極其豐富。每天早上太陽升起，正是漁港繁忙之時。楊子榮早早的就過來選購海鮮。好啦，呢間我陳家樂。呢個蟹咧就係巴拿馬嘅特有嘅深水蟹，佢就係出產於巴拿馬嘅大西洋嗰邊嘅，係印第安人區嘅特有嘅深水蟹。個殼咧就好厚，肉咧就好肥美，個鉗咧就好大隻嘅，好重。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係啊，好大隻。我就要呢一隻啦，我又買呢一隻啦。搭咩姐？巴拿馬人對菜肴的味道非常專一，幾十年不變，而且雞和海鮮上桌不能見骨頭。為了迎合當地人的習慣，買回來的螃蟹，楊子榮需要特別的處理，才能搬上餐桌。好多西人都會怕麻煩啦，佢想食得係安靜啲啊。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比較食得斯文啲啦。係啊，西人嚟講咧，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嘅。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呢個就係蟹腳嘅肉啦，呢一個咧就係蟹身嘅肉啦。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殼裡，螃蟹的做法比較簡單。先把蟹肉入油鍋炸至70%熟，薑蔥爆香，放入蟹肉翻炒。
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顯濃郁。呢個魚呢，就係叫細眼魚啦，係可以講係巴拿馬特有啦。佢嗰個魚質好幼滑嚇，我哋中國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細眼魚去鱗及內臟，入油鍋至焦黃，西紅柿、姜葱加調料炒熟，再把魚放進去，猛火煮幾分鐘。西紅柿煮細眼魚，色香味俱全。細眼魚外面酥脆，裡面鮮嫩，又帶點西紅柿的酸甜，是白飯的最佳搭檔。克勤克儉的楊子榮把老廣使用食材到極致的特點發揚光大。飯店裡魚貨多，廣東人鍾愛的魚肚，也就是魚鰾，被他拿來做另一道深受當地人喜愛的羹湯。我哋依家將啲魚肚咧就泡水，就泡佢係2天。呢個咧就係我哋泡咗2日水嘅魚肚啦。魚肚切絲，配上竹筍、杏鮑菇、雞肉，先混合入鍋高湯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後裝入煲內。港式魚肚羹清潤爽滑中，同時還有軟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楊子榮約上華人朋友提前慶祝母親節。母親節當天上午9點不到，龍鳳樓內已是人山人海。餐廳門口也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楊子榮忙得不可開交。身在異鄉為異客，楊子榮離鄉背井35年，才擁有了現在的事業。老廣們在遠離鄉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馬，歷經艱辛，憑着勤勞的雙手，創出一片新的天地。早上10點，76歲的譚彥斌和往常一樣回到自己的餐廳。超過半個世紀的廚師生涯，讓他更喜歡待在後廚，掌控餐廳的每一樣出品。和廚師們一起吃飯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來了一批老顧客包場。譚彥斌特地到餐廳裡和老朋友們見見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絲，紛紛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銀座，擁有一家自己的廣東料理餐廳，把記憶中的粵菜呈現給食客，是身為廣東移民2代的譚彥斌小時候從沒想過的事情。他從30歲就當上著名餐廳的粵菜料理長，53歲開始創業，把每一樣和美食相關的事情做到極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這其中最重要的當屬選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尋優質食材的習慣。距離東京46公里的千葉縣，三面環海，是日本有名的水產縣。
位于千叶南部的盛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手に気をつけて持たないとダメですね。いやいやいや、这个龙虾。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原来，当地人利用洞穴天然恒温的特点，储藏野捕的海鲜。他们用传统方法捕捞龙虾，已有300年的历史，产量居日本首位。6、やっぱ8、9でしょうね。が多い。だんだん秋になってくると、だんだん取れなくなってくるので、だんだん小さめが増えてきます。はい。で、深いところにかける浜もあるんで、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声をかけていただくようにしないとなかなか集まらないです。はい。日本龙虾也叫伊势龙虾，因伊势地区最早开始捕龙虾而得名。千叶的龙虾，无论品质还是捕捞方式，都与伊势同宗同源。别看这种龙虾个头不大，只有半斤重，25到30厘米长，但即使是在品质出众的日本高档海鲜里，它也能占一席之地。私いいですか？会長、エビ持ってきましたんで。はい、どうも。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看到好食材，谭彦斌按捺不住要一试，直接把活泼的龙虾剖开，切片成刺身，用最简单的方式，方能吃到最本真的味道。はい、どうぞ。はい、どうも。じゃあ、食べてみます。はい、どうぞ。白而通透的龙虾肉，蘸上芥末和酱油，入口瞬间冰凉弹牙。每一口龙虾的鲜味儿都在口中清新的舒展。うまいですね。うまい。さすが。新鮮プリプリ。龙虾的甜、酱油的厚和芥末的辣，达成了微妙的平衡。本当に美味しい伊勢海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ても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ね。広東語で言うと好新鮮、好滑、好甜。好鮮。好好食。好多謝你。試下。はい。いただきます。はい。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3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甘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
爬宴宾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最中意清蒸紅斑，依家啲好中意，嗰個味道係阿媽嘅味道。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因為我啲鄉下從鄉會嘅，用美學同鄉會。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喺嗰度住咗20年咧，我喺嗰度出生嘅。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2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雪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一大早，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个過程至少需要10年。如果喺岸上面養殖，係會俾到佢一個好嘅環境，係受保護到，但係唔能夠100%做得到嘅就係，始終喺岸上我哋係模擬佢嘅野生嘅天然環境，但係冇嘢好得過佢真係喺海底裏面生活，而呢樣嘢會對個鮑魚嘅本身嘅品質咧係非常之重要。喺個殼上面有好多寄生物，好健康。我就係想見到咁健康嘅鮑魚，咁先好食。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
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質嘅海藻，回去養殖基地裏培育。我檢查下，呢個都可以，夠壯健啊！呢啲可以啊。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李國士在鲍魚不同的階段給予不同的藻類，達14種之多，這讓他的鲍魚有了多層次的鮮味。我希望佢能夠盡快好健康咁樣成長，最快嘅速度去成長。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鮑魚佢食嘅食物對佢嘅生長係非常有影響，所以我一定要必須挑選最適合佢哋生長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咁因此呢，我就要喺海裏邊揾一啲我認為係最好嘅海藻俾佢哋。因為香港人酷愛溏心乾鮑，所以李國士和南非本地的鮑魚養殖戶不同，他的鮑魚專供製作溏心乾鮑。鮑魚的清洗很是講究，去殼、剪去內臟，放在清水中浸泡和沖刷。鮑魚的保護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乾淨。多少的鹽度和溫度去煮鮮鮑，對於製作溏心乾鮑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喺一個日本師傅嗰度學翻嚟嘅，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鮑魚肉厚，外層風乾後形成保護層，細菌不能侵入，其內部便不會腐敗。因其內部尚未完全乾透，在贮藏過程中會逐漸自溶而形成溏心。這需要乾鮑的肉質堅硬，紋理緊密，才能保護和滋生內裡的溏心。極品溏心乾鮑烹調之後，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彈性，有少許粘刀的感覺，吃進口中帶有甜味，一口咬下去，糖味將鮑魚的香味徹底揮發出來，進入口中越嚼越軟糯，這是鮑魚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溏心呢個部分呢，其實係鮑魚嘅靈魂。咁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呢？就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邊最重要個部分。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嘅口感，食落去好好食之外，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因為野生鮑魚瀕危，南非政府對鮑魚捕撈有嚴格規定，餐廳想售賣鮑魚都要申請牌照，鮑魚因此身價不菲。這讓有些人盯上了李國士的鮑魚場，下海偷盜的、搶劫鮑魚運輸車的，李國士全都遭遇了。多得好緊要，差唔多每日都偷，多不勝數。這不，李國士乾脆請來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護鮑魚周全，曾經半年內抓獲200多名偷盜分子。今天，李國士在南非的搭檔理查邀請他去家裡做客。50年份的野生大鮑魚切片，有個特別的環節是用木錘敲打，這是為了讓鮑魚肌肉放鬆，使得鮑肉吃起來更加軟糯。理查用南非傳統的波雞火鍋，放入洋蔥、西紅柿、胡蘿蔔、鮑魚片，加入白葡萄酒，酒裡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撥起鮑魚的鮮味。燜蓋煮完，放入各種菇類、忌廉，再放入龍蝦，再燜煮30分鐘。一道充滿南非風情的鮑魚焗龍蝦就出爐了。
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丽茶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调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数。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